乐声沧海终于收官，几位主角的最终境遇各有不同。其中，宣后病死宫中，太子被迫退位，王延基家破人亡，袁善见错失真爱，唯有陈少商一家整整齐齐，和和美美，简直羡煞旁人。更从侧面衬托出天道不公，并非人人都能够心想事成，使得现实生活中的毫无背景的普通人感觉到真正的刺痛。然而，潜下心来细细想来，不难发现乐声沧海结局看似是悲剧，实则大圆满。至于原因，总的来说如下所示：一、凌不疑虽再无亲人，但却家仇得报，喜提心腹。有人说凌不疑生来就是悲剧，毕竟他小时候曾亲眼目睹了姑父凌毅打开城门，带领敌军屠戮了自己的全家，甚至还有一连10几载隐姓埋名，被迫认贼作父，实乃人生之大不幸。乍看之下确实如此，但实际上又并非如此。凌不疑隐姓埋名是为了活命，认贼作父是为了让仇人放松警惕。总而言之，凌不疑虽被迫做了这么多不情愿的事情，但最终结果是好的。文帝终归是为凌不疑做了主，凌不疑也因此大仇得报的同时，侥幸留有一命。最重要的是，久居西北5年，凌不疑蓦然回首，陈少商终究是不顾一切地奔向了他。至于袁善见，虽然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但好歹是楚军的半个救命恩人，在从此往后的朝堂之上，也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，前途无量的很。2. 太子虽结局悲惨，但却得不配位，天下之幸。关于太子的悲惨结局，只能说这一切怨不得旁人，只能怪他自己不争气。从头到尾，凌不疑都明里暗里地帮扶着太子变成一位称职的储君，但太子偏偏就是一副难民扶不上墙的模样。想当初，陈少商想帮太子争权时，凌不疑曾点拨陈少商说，太子过于软弱，身旁的无德无才之人比比皆是。显而易见，凌不疑的内心深处对太子是有一种怒其不争的愤恨。没错，善良的人总会有好运，但过于善良就等于愚蠢而不自知。太子身旁的2大蠢人，一个是楚妃，一个是太傅，每一个都是害他一步步丢失储君之位的罪魁祸首。楚妃的出身不好，一直都极其自卑，倘若懂得下些苦功夫，多学习学习，以后也肯定是大富大贵，其子孙后代乃至母族也能沾上他的光。然而楚妃却一直将心眼用在坑害曲陵君、败坏太子名声的事情上，最终不仅仅使得梁家满门疏远了太子，还让太子在天下百姓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。至于娄太傅坑起太子来，就是更加的不辞心软了。倘若娄太傅从一开始就秉公办事，不去打压二房，娄奔必定能够带给娄家更为远大的前途，太子也能够多一条强有力的臂膀。只可惜娄太傅格局太小，不仅害了娄奔，毁了娄氏一族，还连累了太子。当然，太子最悲惨的地方还是在于自己的母亲一直活在艰苦，最终主动退位不说，还活活的病死在了宫中。太子一直在拿凌不疑当弟弟看待，可是凌不疑最后却选择了辅佐3皇子成为储君。不知情者肯定要说凌不疑小人作风，不懂得感恩，但实际上凌不疑和3皇子已经在无形之中给了太子很多机会，只要太子能够早那么一点看清身边之人，不受太子妃和娄太傅等人的欺骗和蛊惑，或者能尽快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不那么软弱，储君之位仍旧是他的。可是太子偏偏一副死性不改的模样，整日里被一个又一个人的利用，这才让凌不疑对其彻底死心。毕竟凌不疑可不是诸葛亮，他不会明知阿斗是扶不上墙，偏要去扶。再者说，以太子的心性，如若真的当上了未来的皇帝，那才是真的是天下臣民之悲剧。3. 王延基虽家破人亡，但却罪有应得，匡扶正义。娄奔惨死，有2个人难辞其咎，一个是娄太傅，一个是他自己。所以娄奔死后，王延基选择先上演一番假死的好戏，然后再联合前朝余孽田硕一起复仇。在王延基的计划中，娄太傅、凌不疑、陈少商、何昭君都要付出血的代价。其中娄家大房近似是给娄奔偿命，但王延基想要杀凌不疑、陈少商、何昭君就不占道理了。毕竟凌不疑是秉公办事，陈少商是救父心切，至于何昭君虽负过阿瑶，但好歹怀了阿瑶的骨肉，所以说王延基最后被熊熊烈火烧死，纯属应得，并在一定程度上匡扶了正义。骆继通虽不是孤儿，但也和孤儿差不多。
很小就被接到了皇宫，更是生出了本不该有的念头，想要癞蛤蟆吃天鹅肉，嫁给威风凛凛的上将军凌不疑。还有就是其实在原著里，五公主的许多陷害车车商的所作所为，都是因为骆继通在背后推波助澜，所以骆继通最后想害车车商不成，反而身死，简直是罪有应得。只是可惜了王延基，原本是那么好的一个人，就因为嫁给了利欲熏心的娄奔，最后也没能善终，倒是挺让人为之不值的。不过想来也是无法，毕竟古代的女人就是如此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婚姻是好是坏，往往决定了其下半生能否幸福快乐。太子妃、骆继通、五公主、王陵等人坏事做绝的人，他们的结局越悲惨，该剧的结局就越顺人意，就越圆满，难道不是吗？